Bottom line, I simply want to make ever better car, no matter what kind of the powertrain they have. Toyota believe in a future that will be safer, greener, and easier for everyone. 鉴于汽车行业纷纷转向电池电动汽车之际，丰田汽车却另辟蹊径，加大对氢燃料技术的投入。其新款氢燃料汽车的亮相，无疑在整个汽车产业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Toyota is currently the only company making hydrogen in our company, and they are researching this hydrogen more than 20 years. 目前，这项曾经颇具风险的行动已开始产生积极效果，这让同行业其他公司措手不及。这家日本汽车生产商不仅没有改变最初的主张，反而发布了氢燃料电池技术。该技术几乎回应并解决了此前针对燃料电池汽车的所有批评意见。一种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电动汽车革命的顽强对抗，或许并非简单的拒绝，而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巧妙部署。它预示着交通运输格局的重大转变。別の顔が見えた。Think about electric cars as being slow and ugly and poor performance. So we want to have a sports car, a car that is fast, looks good, sexy. That's right. Haha. 特斯拉频繁成为新闻热点之际，各大汽车制造商争相发布数十亿美元的电动汽车投资规划，丰田却显得与众不同。这家凭借普锐斯开创混合动力时代的先驱企业，并未急于全面投入电池技术，反而丰田的管理层一再强调，氢能源将在未来扮演关键角色。批评人士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行业分析师对其战略提出质疑，甚至一部分丰田的支持者也开始担忧公司正在错失电动化的发展机遇。然而，丰田的坚持并非没有道理，其工程师们早已洞悉到当前电池技术的潜在瓶颈，而这些问题往往被行业普遍忽略。例如，锂和钴等原材料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所面临的挑战，大型车辆采用电池后带来的重量负担，以及电动汽车在寒冷气候条件下的性能衰减等等，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丰田高层认为，不同的车型和使用场景需要不同的动力解决方案，而氢能源在某些特定的应用领域可能更具合理性。事实上，丰田早已通过其早期的 Mirai 项目，在燃料电池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一つは CO2 排出を減らすカーボンリデュースビークル。鉴于当前销量表现不尽如人意，丰田汽车依然将氢能源技术视为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长期研发项目。他们通过实际应用不断积累经验，并持续精进相关技术。丰田深谙氢能基础设施的建设非一朝一夕之功，正如昔日汽车取代马车初期，加油站的普及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数十年前，丰田便已为氢能源的未来发展进行了长远的战略布局。当其他企业专注于短期的季度业绩和股价波动时，丰田的目光显然更加长远。这份执着并不仅仅体现在乘用车领域，丰田敏锐地认识到，重型卡车、巴士以及各类商用车辆在电池技术的应用方面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车辆自重、充电耗时以及运营停机时间等问题。而氢能恰恰能够提供与传统柴油车相近的燃料加注速度，同时实现零排放。目前，丰田已经开始积极测试燃料电池卡车和巴士，旨在多种车型平台上积累宝贵的专业技术和经验。而其竞争对手则大多将目光聚焦于消费级汽车市场。新一代氢动力总成技术解析，丰田最新一代的燃料电池系统相较于早期版本实现了显著的技术飞跃。燃料电池电动动力总成具备独特的运行机制，它以氢气为燃料，通过自身发电来驱动车辆。这一能量转换过程的核心在于燃料电池堆。与以往相比，新型动力总成在体积、重量和动力输出方面都得到了优化，并且生产成本也大幅降低。具体而言，燃料电池堆的体积缩小了约 20%， 但功率输出却实现了提升。这项改进主要得益于催化剂材料的优化，有效地减少了贵金属铂金的使用，而铂金正是燃料电池制造中最昂贵的原材料之一。该系统的工作原理是将储氢罐中的氢气与空气中的氧气相结合，产生电能，其唯一的排放物是纯净的水蒸气。然而，技术的领先往往体现在细节之处。丰田的工程师对系统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精心的优化，例如新型的膜电极组件在低温环境下表现出更高的效率，这意味着系统启动后能够更快地达到最佳工作状态。此外，负责将氧气注入电池堆的空气压缩机也经过了重新设计，运行起来更加安静且能耗更低。一项常被忽略的技术，突破氢气存储系统的进步，是丰田在氢能领域取得的一项重要突破，但往往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丰田自主研发的储氢罐能够在高达7008约合每平方英寸10000磅的压力下安全储存氢气，同时满足最为严苛的安全标准。这些储氢罐采用了碳纤维包裹聚合物内胆的复合结构，使其在具备惊人强度的同时保持了相对轻巧的重量。在严苛的碰撞测试中，这些储氢罐展现出比传统汽油油箱更强的抗冲击性能，与燃料电池系统相配套的电动机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丰田充分借鉴了其在电池电动技术研发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打造出功率密度更高、热管理更优的电机，由此组成的动力系统能够提供如同纯电动汽车一般的瞬时扭矩，并且令人兴奋的是，它还具备为整栋房屋供电的潜力。而这一切都可以通过清洁且可再生的氢能源来实现，同时兼具燃油汽车的续航里程和便捷的加注体验。燃料电池、电池缓冲区以及电动机之间的协同运作，完全由精密的软件进行实时调控，以确保在各种驾驶状态下都能实现最佳的能源效率。本代产品的一项核心创新在于其模块化的设计理念。丰田在设计该系统时，使其能够通过组合多个燃料电池堆来满足大型车辆的需求，也可以通过缩小规模应用于小型设备。这种高度的灵活性意味着同一核心技术可以驱动各种类型的载具，从紧凑型轿车到重型半挂卡车。不仅如此，该公司甚至正在积极探索将相同的基本组件应用于船舶以及固定式发电领域。Today, we're at a turning point in automobile history. Four-door sedan can travel 300 miles on a single tank of hydrogen. 于2020年面世的第二代 Mirai 有力地证明了氢燃料汽车不仅具备实用价值，更拥有引人注目的魅力。与第一代车型略显笨拙的设计不同，新款 Mirai 采用了极具现代感的流线型车身和轿车比例，其豪华的内饰设计以及优秀的驾驶性能赢得了众多汽车媒体的由衷称赞。凭借大约400英里的续航能力以及更为出色的性能表现，它充分展现了燃料电池技术的价值。然而，丰田并未就此满足，这家汽车制造商宣布，计划将氢动力系统应用于旗下的多款车型，其中包括标志性的皇冠轿车。皇冠作为丰田产品线中一款具有传奇色彩的车型，无疑是展示其先进燃料电池技术的理想载体。通过同时推出氢燃料版本、混合动力版本以及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本，丰田旨在为消费者提供真正的动力系统选择，而非强制推行单一的技术路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丰田对这些氢燃料车型的市场定位策略，并非仅仅强调其环保属性，而是将实用性作为核心卖点。这包括快速的燃料加注过程、较长的续航里程、平稳安静的驾驶体验，以及在严寒环境下的良好适应性。氢燃料皇冠的研发目标是达到与传统豪华轿车相同的舒适性和性能标准，使其成为一种令人向往的选择，而不仅仅是环保人士的折中方案。据内部消息透露，下一代氢燃料汽车将受益于丰田在降低成本和提升性能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新车型的价格预计将具有竞争力，能够与同级别的纯电动车型相抗衡，这将有助于消除氢燃料汽车推广过程中的一大障碍。与此同时，丰田还在积极研发氢燃料版本的 SUV 以及潜在的卡车车型，因为在这些大型车辆上，氢燃料相对于电池的重量优势将得到更充分的体现。为了确保氢燃料车型的可靠性，丰田已经在各种极端环境下进行了广泛的实地测试，范围从日本北部的严寒冬季一直延伸到中东的酷热沙漠。这一全面的验证流程旨在确保交付给用户的氢燃料车型能够在各种气候条件下提供稳定的性能，不受环境因素的影响。此外，丰田认真听取了第一代 Mirai 用户的反馈意见，并在新一代车型上全面解决了用户普遍关心的问题，例如基础设施的完善等。氢燃料汽车发展面临的一大核心挑战，莫过于加氢基础设施的匮乏。这如同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经典难题，亟待我们寻求突破。关键问题之一在于加氢站的建设，若路上行驶的氢燃料汽车数量不足，加氢站便难以建立。反之，若缺乏完善的加氢网络，消费者购买氢燃料汽车的意愿也会受到抑制。面对这一困境，丰田汽车不再选择等待外部力量解决，而是主动出击，积极寻求破局之道。在日本，丰田积极与工业气体供应商、能源企业乃至竞争车企展开合作，共同构建氢能基础设施。具体措施包括直接注资加氢站的建设，并积极参与制定标准化的氢气加注协议，旨在确保所有氢燃料汽车都能便捷地在任何加氢站进行补给。这种协同合作模式对于推动日本氢能网络在重点城市区域形成规模化效应至关重要。此外，丰田还致力于提升加氢站的实用性。
考虑到传统加氢站建设成本高昂，动辄数百万美元，丰田转而支持开发更为紧凑、模块化的加氢站设计。这种小型化、模块化的方案能够在初期需求相对较低的地区，以更经济可行的方式进行部署。值得一提的是，部分站点还采用了现场制氢技术，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制氢，从而摆脱了对氢气运输车辆的依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作为全美氢燃料汽车保有量最高的地区，丰田在支持 First Element Fuel 等加氢站运营商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丰田不仅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还分享市场需求预测，助力加氢站实现经济上的可持续运营。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丰田还积极与政策制定者沟通协调，争取政府资金支持，并简化相关审批流程，以减少不必要的延误。除了固定的加氢站，丰田还在探索面向商用车队的移动加氢解决方案。通过在卡车上搭载加氢系统，可以在车队停车场或工程现场为车辆提供加氢服务。这类似于现有的移动柴油加注模式，但能源介质是氢气。这种创新方案有望在商用车领域加速氢燃料汽车的普及，而无需立即投入巨资建设大规模的固定加氢基础设施。同时，氢燃料商用车的性能完全可以与电动汽车相媲美。人们提到氢燃料汽车，往往会觉得它们动力不足，处处需要妥协，只是出于环保责任感才勉强选择。然而，丰田最新的氢燃料车型彻底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以现款 Mirai 为例，其0到96公里约60英里的加速时间仅需 7.5 秒左右，这对于一款中型轿车来说已经相当出色。电动机带来的计时扭矩提供了流畅而轻松的加速体验。与纯电动汽车的感觉非常相似，但氢能源真正的优势体现在其实际应用的便利性上。当电动汽车车主需要提前规划充电路线，并且花费3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将电池充至 80% 时，氢燃料汽车加注氢气仅需大约5分钟，这个时间与传统燃油车加油几乎相同。这意味着您可以满载氢气，轻松开启长途旅行，行驶超过640公里，400英里，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补给。继续您的旅程，无需担心长途驾驶时低温对续航里程的影响。低温环境表现是氢能源技术持续保持优势的另一个关键领域。电池动力汽车在冰点以下的温度中，续航里程可能会损失 30% 到 40%， 这主要是由于电池本身的化学特性以及车辆内部供暖的需求所致。而氢燃料电池在发电过程中会自然产生热量，这意味着车内供暖基本上是免费的，并且不会消耗额外的能量，从而不影响车辆的续航里程。此外，该系统在零下温度下也能正常启动和运行，无需像电池那样进行预热等待。续航里程的稳定性也是氢燃料汽车的亮点之一。与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衰减并损失容量的电池不同，氢燃料电池的储氢罐不会出现老化问题，氢气罐也不会发生类似的性能损耗。这意味着一辆使用5年的氢燃料汽车，其续航能力基本上可以与新车相媲美，前提是气罐通过定期的安全检测，这使得氢燃料汽车在二手车市场上可能更具吸引力，其实用性和价值能够得到更好的维持，优于那些电池性能逐渐下降的电动汽车。实际的驾驶体验也常常让对此持有怀疑态度的人感到惊讶。由于氢气罐被安置在车辆底部，带来了非常低的重心，近乎静音的运行营造出一种精致而现代的驾驶氛围。没有传统汽车变速箱的换挡顿挫感，也没有发动机的噪音，只有平顺的动力输出。在许多方面，驾驶感受与纯电动汽车非常相似，但您完全不必为充电问题而担忧。便携氢气罐，丰田氢能战略的创新突破口。丰田在氢能源领域的创新之处，或许并非仅仅体现在其氢燃料汽车上。更令人瞩目的是其在氢气储存与运输方式上的大胆构想。这家汽车巨头正在研发的便携式氢气罐系统，有望从根本上颠覆我们对燃料使用的传统观念。这些氢气罐的体积与常见的大号保温瓶相仿，其设计充分考虑了用户的便捷性，可以轻松地进行人工搬运和更换。虽然每个罐体所能储存的氢气量相对有限，但这恰恰是该项创新方案的核心优势所在。它无需为每一种氢能应用都建设庞大而复杂的固定基础设施，相反，这些氢气罐可以通过现有的配送网络、便捷的交换服务，甚至邮寄的方式进行补给。丰田对这些便携式氢气罐的应用前景抱有广阔的设想，从为小型发电机、个人代步工具和户外装备提供动力，到作为应急备用电源，甚至驱动某些小型车辆，都在其考虑范围之内。氢气罐可以在集中的充装设施内进行高效填充，然后通过成熟的物流体系进行分发。
对于空间受限的城市环境而言，这种模式将极大地拓宽氢能的应用范围，使其不再依赖于专门的加氢基础设施。未来的便利店或许可以像销售丁烷气罐一样，将氢气罐纳入其商品列表。居住在公寓楼的居民无需任何特殊设备，即可轻松地为自己的小型轻动力滑板车更换氢气罐。值得强调的是，便携式氢气罐的应用场景远不止交通运输领域，更将触及分布式能源存储与利用等多个方面。在研发这些创新产品时，丰田始终将安全性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氢气罐的设计能够承受各种潜在的风险，包括剧烈撞击、极端温度以及粗鲁的操作。同时，系统还配备了多重冗余安全装置，以有效防止氢气泄漏或危险压力的积聚。经过严格的测试验证，这些氢气罐的可靠性已经达到了满足日常消费者需求的标准。尽管大规模普及仍有待相关法规的完善，但这项创新方案的巧妙之处在于，它为氢能的应用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使得那些原本不适用于全燃料电池汽车的领域也能从中受益。它有效地降低了氢能技术的使用门槛，使其能够惠及更广泛的群体，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应用场景，并最终推动氢气的规模化生产。随着产量的提升，燃料电池的成本自然也会随之下降，汽车领域也将因此受益。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更是丰田构建一个自给自足的氢能生态系统的战略性举措。这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丰田已经在日本启动了这些氢气罐的试点项目，旨在深入了解实际使用情况，并收集用户的反馈意见。与此同时，该公司正积极与监管机构展开合作，共同制定相关的安全标准和认证流程。可以预见，如果这一创新方案取得成功，便携式氢气在特定的应用场景中，或许将像今天的电池一样普及开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本与制造的重大突破。长期以来，氢燃料汽车领域一直面临成本挑战。早期的 Mirai 车型价格居高不下，主要是因为其燃料电池堆中使用了大量的铂金，且制造工艺相当复杂。然而，丰田公司通过系统性的创新，成功克服了这一难题。他们通过优化设计、改进材料科学以及实现规模化生产，显著降低了成本。燃料电池催化剂所需的铂金用量，通过采用更先进的分散技术和更高效的催化剂载体材料，已经大幅减少。丰田的工程师们发现，利用更小的铂颗粒可以有效提升效率，使得贵金属的总用量相比早期设计降低了大约80%。这一关键改进使得整个系统的成本降低了数千美元。与此同时，制造工艺的优化也带来了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严格的质量控制。丰田正在运用其成熟的精益生产原则，这些原则也曾成功应用于燃油发动机的生产，实现了高效的自动化装配、统计过程控制以及持续改进的方法，从而有效地降低了人工成本和缺陷率。该公司预测，在达到一定的产量规模后，燃料电池系统的成本有望与电池电动动力总成相当。曾经是主要成本驱动因素的氢气罐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通过采用新型的碳纤维缠绕技术和更优化的树脂体系，不仅减少了材料用量，还缩短了制造时间。丰田正积极与供应商合作，投资建设专用的大规模储氢罐生产设施，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这与过去每只储氢罐基本按定制生产的情况相比，带来了巨大的成本优势。除了零部件的创新，丰田还在努力优化氢燃料汽车的可维护性和耐久性。燃料电池堆栈经过特殊设计，旨在延长使用寿命，并具备可预测的性能衰减率，从而降低整个生命周期的成本。模块化的结构使得单个组件可以独立更换，而无需报废整个系统，这大大降低了维修成本。目前，该公司正全面构建维修培训和零部件配送体系，以确保氢燃料汽车的维护便利性能够媲美传统的燃油汽车。这一切将如何动摇电动汽车的主导地位？长期以来，特斯拉及其他电动汽车制造商在零排放领域一直占据着相对稳固的领先地位，尤其是在舆论和市场认知层面，电池电动汽车几乎已成为清洁交通的代名词。然而，丰田在氢能技术上的突破，正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纯电动汽车是未来唯一的选择，尤其是在卡车、SUV 及商用车等大型车辆领域，氢能的优势正日益凸显。电池的重量负担会随着车身尺寸的增加而显著加重，而氢能系统则展现出更优的规模效应。氢能半挂卡车能够承载更大的载荷，并且加注速度远快于电池车型，这有望为运营商带来更加的经济效益。一旦氢能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功，其建立的基础设施和制造规模将有望惠及乘用车领域。当前，电池供应链已出现瓶颈，例如锂价的飙升、矿业项目遭遇地方阻力、地缘政治以及原材料的高度集中化，这些都引发了供应安全的担忧。相比之下，氢能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水和可再生电力生产，从而实现真正的能源独立。
各国政府正逐步认识到这一战略优势，并开始相应的投资氢能基础设施。消费者的选择同样至关重要。并非所有人都愿意等待充电，即使快速充电技术不断进步，某些驾驶习惯或居住环境也使得家用充电变得不切实际。氢能为这类消费者提供了一个零排放的选项，既能契合他们的生活方式，又无需做出妥协。丰田的策略正是压住消费者的多样性，认为这将支撑多元化的动力系统解决方案，而不是单一技术独占鳌头。一些竞争对手常常以能量转换损耗为由来贬低氢能的效率。尽管从技术层面来看，电池直充的效率确实优于制氢过程，但这种非此即彼的论断却忽略了更宏大的系统层面。氢能可以储存季节性的可再生能源盈余，平衡电网负荷，并服务于电池难以胜任的应用场景。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框架忽略了不同技术在全面的清洁能源体系中相互补充的可能性。曾经被一些人视为固执且与时代脱节的丰田，如今正展现出其耐心战略的回报。该公司并非声称氢能是唯一的解决方案，而是有力地证明了氢能作为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值得与电池技术并驾齐驱。这种对电动汽车正统观念的挑战，正令部分竞争对手感到不安。他们意识到必须为过度压住电池的战略设置对冲机制。过去10年间，汽车行业似乎认定存在一条清晰且唯一的未来发展路径，而丰田的氢能冲击正迫使所有人重新思考，未来的出行方式是否可能比单一的电池驱动模式更为复杂和充满可能性。无论氢能最终能否实现主流突破，亦或只是成为一种重要的替代方案，丰田已经成功地确保了关于清洁交通的讨论始终保持开放，而这种开放性恰恰是推动行业变革的关键所在。